吃饭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，我们每天都要吃，但是吃饭时的3个坏习惯很可能会使寿命打折。希望呢你一个都没有，若占上一个，也要尽快改正。吃饭太快，我们总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吃得太快，就是狼吞虎咽。吃饭太快会让食物没有充分的嚼碎，这样呢会增加肠道负担。如果吃了太烫的食物，这样也容易给口腔、食管、胃黏膜造成损伤，让寿命大打折扣。吃得太饱，其实吃饭吃的7、8分饱是最好的。但有的人喜欢吃饭吃到撑，如果吃太饱，不利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只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也会给身体造成压力，这样对健康就不好了。吃剩菜剩饭，虽然节俭是好事，但是剩菜剩饭容易产生过量亚硝酸盐，并且还容易滋生细菌，如果吃进肚子里，时间长了很可能会致癌哦，所以尽量改掉这个坏习惯吧。说到养胃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点养胃的食物，比如蒲公英根、南瓜、红薯等等，能帮你维护胃部健康。一项非常锻炼身体的运动，对身体也有很多好处。但是跑步后有3个行为对健康十分不利，会让人减瘦。快看看你占了几个？跑完步后马上喝凉水，很多人运动完之后，因为出了很多汗，这时身体是极度缺水的，所以很多人为了解渴会喝大量的凉水，这样很容易刺激肠胃，引起腹胀、腹泻、胃痉挛等症状，对健康十分不利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这样做。跑完步后立即停止，很多人跑完步后会马上蹲下来，或者用手支撑膝盖半蹲，如果这样立刻停止，很容易导致心脏供血量下降，不利于血压的稳定。所以大家跑完步之后，应该先做一些缓和的运动，这样慢慢的让气息变平稳，使身体放松下来。跑完步后立即洗澡。我们跑完步后，身体表面的毛孔会舒张，血液流动也会比较快。如果立即洗澡，会刺激毛孔收缩，使血液流速变慢，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。所以建议大家跑完步后，等汗消了，然后再洗澡。大家为了身体的健康，上面这3件事就尽量避开吧，这样才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。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谁不想自己皮肤能光滑、白皙、有弹性呢？但是总有一些人会有皮肤粗糙、脸色暗黄的问题，让人感觉很是烦恼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汤，可以帮助补血养颜，保护皮肤哦。这种汤就是黑木耳大枣汤。首先呢，我们拿30克的黑木耳，再拿20克左右的大枣，然后大枣去核，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，把黑木耳和大枣放入到锅中，大约煮半个小时就行。因为黑木耳中含有氨基酸、维生素 A、B 等营养物质，所以有养血补血的作用。而大枣有健脾养胃、补气养血的作用，所以女性朋友经常喝黑木耳大枣汤，对美白皮肤、延缓衰老。经常饮食不规律，有的时候呢挨饿，有的时候又吃得太饱，这样时间长了就会给脾胃造成伤害。如果脾胃不好，也会影响气血，影响身体健康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健脾养胃。想要脾胃好呢，我们可以疏通脾经。脾经在我们小腿的前内侧，拍打的时候可以呢用空心掌从脚踝处开始拍打，一直拍打到膝盖这里，左右都要拍打，每天拍打5到10分钟。如果有特别痛的地方，可以着重的用手指按揉一下，那这样疏通脾经，对健脾养胃有很大帮助。那脾胃好了，气血充足，精神也就旺盛了。大家坚持做一做中很多人呢都有脾胃虚弱的时候。那脾胃虚有哪些表现呢？通常有3个，分别为食欲较差、脸色发黄、便秘。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，如果脾胃虚，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。那不妨尝试2种食物吧。红薯。红薯是一种粗粮，其中富含膳食纤维成分。那经常吃呢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还能够健脾祛湿，调理脾胃。可以烤着吃，熬成粥，或者是做成地瓜饼。玉米须，玉米须可是个宝，其中呢含有的纤维素很高，那用它泡水喝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保护肠胃，还有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的功效。那经常喝，脸色也会变虚的人，记住少吃2物，多喝1水，脾胃慢慢强壮起来。
少吃辛辣的食物，经常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容易给胃黏膜造成损伤，对脾胃健康不利，所以脾胃虚的人要少吃，这样脾胃会感谢你。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脾胃虚的人要注意生冷的食物也要少吃，如果经常吃会损伤脾胃，影响消化。那想要养好脾胃，还可以多喝一种水，那就是用生姜泡水喝。生姜是一种调味品，除此之外呢，生姜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脾胃不好的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健脾祛湿，养护肠胃健康。如果能搭配一些蜂蜜，健脾效果会更好哦。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但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脚心会经常出汗，其实这可能是脾胃虚的表现。那脾胃虚弱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，有助脾胃健康哦。第一件事，注意饮食。很多人脾胃不好跟饮食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吃很多寒凉食物就可能会引起脾胃虚弱。那么也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，多吃健脾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南瓜、胡萝卜、菠菜等等。第二件事，多运动。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、免疫力，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提高脾胃功能有帮助。那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用脚趾抓地，坐着站着都行，双脚踩在地上，然后紧紧的用脚趾抓地，放松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小腿的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哦。你总是脸色发黄，还总没食欲，这可能是脾胃虚、气血不足惹的祸。那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调理脾胃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下哦。大家呢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腰背挺直，然后抬起双脚，这样相互的碰撞。碰的时候最好是光脚，这样每次碰3到5分钟。这样碰脚可以刺激到脚部内侧的太白穴和公孙穴。这2个穴位是脾经上的穴位，有很好的健脾补脾、补足气血的作用，可以每天早晚都碰一次。脾好了，那么气血和口味也会跟着好。这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。那女人只有气血充足，才能拥有健康和好的气色。所以当贫血时，要及时的补血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有补血果的称号。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C， 不仅可以帮助活血补血，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哦。所以经常吃桑葚能改善贫血。第二种，黄芪。黄芪含有一种多糖成分，有补气养血的作用。女性朋友经常用黄芪泡水喝，如果再加上点大枣，那就能够双重补气血了。那经常贫血的女性，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和保暖，多进行有氧运动，有助增强体质，预防贫血。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很多人呢都喜欢用它泡水喝。蒲公英的好处也有很多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，清热解毒。蒲公英中含有很多营养，其中含有的聚糖成分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保护肝脏，降肝火。好处2，养胃。现在很多人都有饮食不规律的情况，经常吃快餐、外卖，这样时间长了很容易给肠胃造成伤害。大家不妨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理毒素，起到降胃火的作用，对保护肠胃有很好的效果。好处3，美容养颜。经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女性朋友可以试一试。虽然蒲公英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2类人要注意，最好不要喝。第一种，有慢性肠炎的人，如果经常出现腹泻，就不要喝蒲公英水了，因为蒲公英性质微寒，会加重腹泻、腹痛的情况。第二种，血压低的人，血压低的人也不适合喝蒲公英水，因为蒲公英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，所以要注意。气血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的，从我们五脏到形体、四肢百骸都需要气血的濡养。如果气血不畅，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。动作1，站好了，全身放松，然后上半身和手臂一起左右的扭动，头也跟着动，这样左右手要轻轻的拍打腹部和腰部，这样反复做100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腰部和胃部的气血运行，对打通上半身的气血也有帮助。
动作2，双腿微微弯曲，两手放在大腿处，然后左右的扭动膝盖，这样啊，顺时针和逆时针各做100下。这个动作呀，能够促进下肢的气血运行。那这2个小动作呀，每天坚持做一下，身体更健康。得啦，就扒这些吧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